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凌晨抵达朝鲜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到机场迎接普京，这是普京时隔24年再度访问朝鲜，引发全球舆论广泛关注。据克里姆林宫新闻局此前消息，普京应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据俄罗斯总统助理尤里乌沙科夫介绍，普京对朝鲜的访问是两国关系史上俄国家元首第2次访问平壤，他上次访朝是2000年。乌沙科夫说，此访内容非常丰富，最重要和敏感的问题将在两国领导人之间长时间的非正式对话中讨论。普京此访将与金正恩进行1对1会晤，双方还将签署关系条约，向媒体发表声明。朝方准备了音乐会、国宴等。Пхеньян встречает Владимира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а Путина портретами и флагами России, которые развешаны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по всем улицам. Это событие грандиозное, встречает здесь его с размахом. 18号，普京在朝鲜劳动新闻上发表题为《俄罗斯和朝鲜跨年代继承的友好合作传统》的文章。文章称，俄朝两国本着平等、相互尊重和信任原则，保持友好睦邻关系已70多年。克里姆林宫网站当天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普京表示，平壤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坚定的志同道合者和支持者，准备坚决抵制西方阻止建立多极世界秩序的图谋。普京17号签署决议，同意与朝鲜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该条约将在普京访问平壤期间签署，以适应世界和地区地缘政治局势的深刻演变以及两国关系的变化。该条约可能会涉及安全、政治及经济问题，但不会针对第三国。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也在普京访问朝鲜前夕发表文章表示，正是美国和西方摧毁俄罗斯及其作为独立强国大国地位的行动，成为了当前乌克兰危机的主要原因。朝鲜人民与俄罗斯团结一致，将永远与俄罗斯人民和政府站在同一个战壕里。我觉得从双边还是国际层面来说，这个普京访朝的意义都是比较重大的。两国因为又同时面临美西方的一个压力，主要是军事压力，所以这个双方找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点，所以两国的关系自从这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开始快速的提升，而且这次这个俄朝关系可能会在法律层面上也有一个新的提升。CNN 和英国路透社不约而同用“罕见的访问”这个词来形容普京这次亚洲之行。路透社称，普京这次出访使美国及其欧洲和亚洲的盟友感到惊慌。上周五，在得知普京将访朝的消息后，韩国外交部副部长第一时间与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进行了紧急电话磋商。西方媒体及韩国媒体尤其关注俄朝的军事合作程度。此次俄罗斯访朝代表团成员在军事领域就包括了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负责军备的俄副防长克里沃鲁奇科以及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总裁鲍里索夫等，也让外界对双方军事航天领域的合作倍加关注。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朝鲜和俄罗斯相互之间的供应链依赖日益加深。They both need things, and that is weapons. Besides the symbolism is weapons. Russia has been fighting a long war, as we know. So most of the weapons are compatible in terms of artillery, small arms, mortars. So the North Koreans have a massive arsenal. 韩国媒体则担心，双方可能会讨论超出涉及常规武器的短期订单，并就更紧密的军事合作达成共识，包括联合开发武器系统等。上周，韩国防长申元实表示，朝鲜向俄罗斯发送了至少1万个海运集装箱，包含480万枚炮弹以及50到60枚短程弹道导弹。此外，作为太空技术大国，俄罗斯的帮助对于朝鲜成功发射更多卫星至关重要。韩国高丽大学教授南成瑜认为，随着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体系走弱，国际秩序正在重塑。俄罗斯和朝鲜希望能找到新的合作方式，满足他们各自的国家利益。韩国中央日报18号称，普京访朝时带去的大礼包或将决定世界安全格局的走向。报道担忧，
俄朝将签署的新条约可能包含在紧急情况下自动军事介入条款。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18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作为政府，我们不想对此进行评论，但我们认为俄朝军事合作的加强将使日本周边的安全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对普京访问朝鲜和越南，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声称，美国对此次访问感到惊讶，但不会害怕，我们一定会密切关注。美方对俄朝两国关系的深化感到担忧，不仅因为它对乌克兰的影响，而且因为可能影响朝鲜半岛的局势。There could be some reciprocity here that could affect security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Now, we haven't seen the parameters of all that right now. Certainly haven't seen it come to fruition, but we're certainly going to be watching that very, very closely. 6月17号，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宣布即日起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相关猪肉及猪副产品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有专家表示，这可能使欧洲猪肉市场价格利润双下滑。而欧盟内多个猪肉出口大国纷纷表态，希望有谈判的空间，不希望打贸易战。根据公告，6月6号，商务部收到中国畜牧业协会代表国内猪肉及猪副产品产业正式提交的反倾销调查申请。申请书指出，欧盟是中国猪肉及猪副产品的第1大进口来源，2020年至2023年占中国总进口量的年均比例达54%。2023年，欧盟对华倾销幅度高达60%以上，使得相关猪肉产品能够以极低的不公平倾销价格在中国市场上进行竞争。另外，欧盟猪肉存在大量的过剩产能，年均高达426万吨。中国是欧盟最大猪肉出口国，自然成为其转移过剩产能的最佳目的地。中国畜牧业协会还指出，欧盟在农业领域存在大量补贴的情况，欧盟生猪及猪肉行业也会获得巨额支持和补贴。在中国宣布反倾销调查后，欧盟主要猪肉出口国立刻表态，希望讨论解决方案。据路透社消息，2023年中国进口了价值60亿美元的猪肉，包括内脏，其中1半以上来自欧盟。路透社认为，如果中国限制进口，欧盟猪肉业将面临噩梦。深圳卫视注意到，中国畜牧业协会在申请书中列出了来自西班牙、荷兰、丹麦、法国等5家欧盟相关生产企业的名单，其中西班牙、法国等国正是最强烈支持欧盟委员会对中国电动汽车进行调查的国家之一。6月12号，欧盟委员会宣布将于7月4号起实施对华新关税政策，对出口欧盟的电动汽车征收反补贴税。对此，中国商务部回应表示，保留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的权利，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这次中国对欧盟猪肉进行反倾销调查，被多家外媒认为是中方反制的组合拳之一。此外，欧洲多国的白兰地酒商、乳制品生产商等也忧心忡忡。今年初，商务部发布公告，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相关白兰地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该案出裁结果预计将于8月底前公布。此外，国内产业界被曝将对欧盟的乳制品提交反补贴调查申请。而据欧盟中国商会5月消息，中国可能也在考虑对搭载大排量发动机的进口汽车提高临时关税税率。这一潜在调整将对欧美多国汽车制造商构成影响。针对欧盟对华挥舞关税大棒，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超18号在发布会上表示，欧委会针对中国电动汽车反补贴的调查罔顾事实、漠视规则、预设结果，实际是将调查工作武器化、政治化，打着公平竞争的名义破坏公平竞争。对此，我们坚决反对。我们希望欧方深思慎行，尊重基本经济规律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听取欧盟企业界的呼吁，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尽快回到开放合作和绿色发展的正道上来。实际上，在新能源车关税问题上，欧盟委员会的政治利益与一众成员国的国家利益乃至企业间利益已经存在巨大鸿沟，而欧盟最终发布征税决定并实施将是7月4号或之后，在此之前依然存在复杂的博弈空间。比如，比亚迪、蔚来等中国新能源车商计划要在欧洲设厂，瞄准了东欧国家匈牙利，而匈牙利下月就将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国，相信会捍卫自身利益付诸行动，来影响欧盟委员会的后续决策。德国因自身利益就可能会提出不同征税标准等。有分析表示，中国政府通过与法国、意大利等欧洲重要国家商谈，也可能促使欧盟就相关关税水平进行调整。如果欧盟27国中有至少11个国家加入或反对行动，就可以推翻欧盟委员会的决定。